组继续。都别慌！一员们又会带来怎样的表现？哎，好好看啊！我看你，好看好看，你很适合古装。就很遗憾没有拿到那个角色。我还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年纪太大了，不适合跟女演员搭？但浩维看起来是年轻的啊。你这么老啊？那我怎么办？女人就要美啊。谢谢你啊。我来化妆了。你是哪个角色来着？老太太。比我还老的人。嗯。哎，谁打了女二啊？哇，刘大月啊！你要 A 还是 B 啊？我 A 吧。哇塞，这个景有点意思。公子今晚是否有时间留下促膝长谈呢？家中已烧好了饭菜，不太方便。不方便你又来，如此良辰美景，猫儿也动情。别搞了，妈妈会骂。来说一下词儿。公子今晚是否有时间留下促膝长谈？哎呀妈呀，这一听就不想促膝长谈。我老婆在家烧了饭，不太方便。不，你这个状态也不太对啊。我老婆就第一个很抗拒，你进来你就没抗拒。夫人在家做了饭，就是你是人和呼吸全给了他，突然一下想起老婆行的那个。行。今晚，公子今晚，气息丢出去的，太晚了。今晚，你不会说你今晚没有了吗？要勾人嘛，你没勾人。公子今晚是否有时间留下促膝长谈？要欲走，给他一个东西嘛。不方便。如此良辰美景，如此良辰美景，猫儿都动情了。哦，那个良辰美景，你就是那只猫啊。猫，哎呀，猫儿都动情了。如此良辰美景，猫儿也动情了。嗯，对耶。如此良辰美景，猫儿也动情了。你看，猫都叫了，你看这眼神你得放给他，你也得，你太安静了，你现在都是接受，你要给予他呀。你现在太书生了，你没有被勾住。其实你来，你就是因为你早就魂都被他勾来了，你人才来的，所以你一点抗拒的能力都快没有了。这场戏就是你们俩都要有呼吸的，特别是你。你的心火烧灭火，心火又烧又灭火。眼神里面东西有吗？有。你给我。你有个问题，眼神懵。那你这场戏肯定不能这样演。你眼睛是这样的，你没有这东西，内心使然，你把内心调动起来，什么都有了。明白。哎，你们好了。演员可以来。对，都过来。老师您坐。啊，这么多朋友们都来学习，多好啊！来，就直接拍一条，然后让老师们看看有什么问题，我们调整。哎呀，这种反应。你看这种撩都缺感觉，情操搭上去的手要有一点感觉。好 ，OK。来，开机。你感觉被迫来结这个婚。公子今晚是否有时间留下促膝长谈？
假装夫人做了饭，不太方便。不方便。露娜堂会有点过分啊，反正就是她没有同步能完成很多东西。如此良辰美景，摩尔的动静，你想不想知道摩尔在说什么？王二叔，王二叔，好奇干什么？我不行的。对啊，演的太正了，不像啊。两个都对，都得磨嘛。这个演员来接时间，母后他不得那个呢，就感觉其实假装勾引他，一会儿可能就是一个杀手，感觉背后有点什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他那个演来，这个是戏的第一个镜头嘛，所以这观众一看就知道你这个女人很厉害。你要这样逼他，怎么样？鼻子碰鼻子，你要退，那个戏就很好看。到了45度，加浓，戏要浓啊，不浓啊。这个喵不方便看。猫在叫春，你也要勾引它，你这个没有利用猫叫声音，你没用到。老师真是一针见血，他说的这个东西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公子今晚是否愿意留下来促膝长谈？他手太老实了，搭着就不动。刚才是游离在他身上，心里没东西。看一下啊，我给你先找一下感觉啊。公子今晚是否有时间留下来促膝长谈？假装夫人做了饭菜，不太方便。不方便也要来。如此良辰美景，连猫儿一叫了。你不想知道猫儿在叫什么？老二姐说，老二姐说，我好奇干什么？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哈，就是聊着每一下都在试探他的反应，越忐忑越勾，就拿那个小鼻子在那勾，哎呦，就是那种勾。涛姐通过她的一呼一吸，然后她的眼神、她的动作去带动我，让我越来越去释放自己，赚到了，真的跟涛姐学了很多，我觉得她太厉害了。是这么个意思吗？有这地步吗？有这地步？孩子们再好好学习。来，马上来。公子今晚是否愿意留下促膝长谈？情操这个很好，这个眼神很好。假如老婆做了饭菜，不太方便。不方便，不方便你看看。这女孩现在调的挺好的啊。如此良辰美景，连猫儿都动情了。你想不想知道？眼睛不能离开他，眼睛闭下来干嘛都不知道。我是老二姐说，老二姐说，没有变化。我好奇干什么？那你觉得他要不要点那种喜感呢？找不到我哥。对，现在没看到。对呀。但是我是觉得他是可以做出来的，只不过他现在好像有点拘谨。郝伟，就这个是那个喜剧啊，必须要那个节奏啊，有点这种。来看一下，看，我觉得浩维最开始那个反应不太好啊，我们再来一下。这个吓一跳，为什么吓一跳要充实？你坐下来你是自愿的，你好像现在是真吓一跳一样。这个男孩的那个节奏也还是不太对啊，你没事吧？郝伟，我觉得他也想了一点东西来，但是他一演的时候呢，可能文熙他就演回他以前演戏的那个方法，不知道他的喜感在哪里。一过来吧，一过来。你知道吗？你一下来不敢看他，你感觉他的人已经在这里的时候，哦，你知道吗？
是不愿意留下仔细长谈。你不要躲他，你也得有被吸引，你不能从头到尾都在躲。假装老婆做了饭菜，不太方便。不要把你的把持不住演出来。现在镜头里没有你的把持不住，只有你的推推搡搡。如此良辰美景，连猫儿都动情。我都没听到你呼吸，我没听到你这个。猫儿说，我就说，好奇干什么？还是得要有喜感，演得太正常了。不好玩，哎，别看了，哎呀，这拍到啥时候去？要不换人，要不别看了，我要走了，着急死我了，出汗了。家伙，你也相对放，专门去跑路边，跑不了菜不菜，来。我觉得已经在准备了，没有，已经在准备。你现在就准备啊！现在就准备啊！你就把这两词儿背一下。快来，最后一遍看啊！老师们说了，不行换人。好，他们在背词儿了。我就想让我看到你是真的有的。其实你已经憋到快不行了，早就也想扑他了，但是就忍，你知道吗？让他演一个来看看。来，我们最后一遍了啊！我太久没有演戏了，所以我的眼神传递情感的能力和通过面部表情去表达生疏了。我就想让自己恢复到出场设置，然后完全放松的去表现。如果这个还不行，你就上去给他打个样。Why not? Why not? 快！公子今晚是不愿意留下仔细长谈。假装老婆做了饭菜，不太方便。没东西。方便。他太像一个就是谦君子啊那种。这个呢，就是他太正了。来去玩嘛，哎呀，我就玩一下。哎，100分，100分。但是老师，我是0分，我是组长0分。要是有机会，我也愿意试一下。快，好，让轮硕来试一遍。阿伟，你进来看什么？看大家有什么变化？你进来。你去加热器。来坐。周才冷静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同的演法。好。你看他有一点了，局促啊，不知道做不做呀？公子今晚是否愿意留下来促膝长谈？假装做好了饭菜，不太方便。不方便，方便点。如此良辰美景，连猫儿都动情。你想不想知道？猫儿在说什么？这挺好。猫说，好心害死猫。后面这个蛮喜剧的，后面这个挺好的。你挺好的呀，你看后面都笑了。真的？那行。因为你演的太正常，明白？太有戏。明白。张仁硕，他出来的挺搞怪的，我觉得他表现是有一点不顺着不排路的打的啊，他可能会演一些与别不同、大家猜不到的演法。好玩吗？好玩。他演的比较好，是吗？大家说你演的比较好，你把那个白眉毛画成黑眉毛，你上吧。不是你怎么样？是你比较卡通，符合这个定位清晰。谢谢老师。那就换呗，来，好了，决定了。我去换眉毛吗？换眉毛，赶紧去。哇，太戏剧性了，真的。老师，给我换个眉毛，这就是生活，永远不要放弃，你的努力大家会看得到的。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是第一优选，但是我可以做最好的替补啊，对不对？把衣服给他，让张伦硕对，好。哎呀，浩伟，
不好意思，郝伟。哦，我把衣服给你，我试一下吧，从那边换。这来，在这儿换。好。哎，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我去拿个衣服。没关系的，哥。如果你要演爸爸，你画一个什么妆好笑的、卡通一点的，你想想。总是调整吧，就调的确实有点找不到感觉了。我是觉得挺可惜的。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又渴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这是全国最难的综艺了，太考验人了。一切全都是真实存在，真实反应，真听真看真反应，就在无限超越班。我只要套一个白袍就好，就这一身套个白袍呀。我觉得吴老师不会太在意，人家在意的是戏。我开始抓到他的 vibe。Hello， 姐。Hello， 哎，你有什么？我演礼仪小姐还不知道。各位在座的病友，我们消灭了慢粒白血病。洪戴宁呐，你进去那个你要，讲得太开心了。你要就很焦急，就很假的哦，真的对，就这样，明白。跟你有人发药你就大家哇，出身汗呢，哇，出了身汗了，哎呦，对，我们走先试一下，因为这很难搞。张院士，怎么了？啊，真的吗？哎，这边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好吵！刚刚朱少天根本在现场不需要调他，拿那么稳那个人物的有一些状态。本来3000块的药，现在只要2000，只要2000啊！哎，对，就这样，对，哇！你来，可以拿药，领药，不是你别唱过来哈。来，那个呢？薛炳侯就是哎，大家坐下来，坐下，大家坐下，回去坐下。来，各位，回去坐下，安静一下。我们一定大家听我说，卡。你要让人带，你太崩了。铁柱，你要学会把力量放掉。我抓不住你，因为你的肌肉太厉害了。就是我跟你说，你现在你要换个角色。那我就再稳一点。不是，你想想看，唐僧。你不能拿，你要什么？唐僧。明白。你明白吗？明白。你慢一点，别急。铁柱放松，铁柱。好 ，OK。这个德国纳米格瑞林跟这位张院士啊，都是骗子，都是假的。这个大娘也是个托。我教会里的病人就是因为吃了张院士的药，现在全都住院了。哎，你冷静一下啊！不是，你不要动我！真的，你们快把药放下，回去。好，可以，这条干干净净很好看。柱子这样就对了。这个是对的，我们就过来了。
后面的这场戏主要讲是陈勇一行人在卖药的现场得知张长林卖假药坑害病友，然后怒砸假药会场。妹妹，其实等会啊，就你看不爽，就你一个人开打。好，你冲过去就把窗子砰。其实我有个外号叫地雷，地雷你蛮像，就是我的性格是一点就炸的，但是我一哄就好。真实性格，对，我是必须有什么就要说出来的啊。那很像黄毛的这个性格。就是你人家已经走了，你最后你就，我当你的妹子，妹子，因为朱孝天老师有点怕我。我刚刚差点被他打死，他来真的。就是我这么多年了，我就真的第一次感觉到恐惧。他真的拿个木头冲我就下来了。我跟你犯冲，我觉得我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角色，怎么还是你？我现在真的很怕我们的吴老师说来真的啊，砸下去。那我现在担心的是那个有杀气的那个，有杀气，你知道。他给的点是对的，他声音出来了，声音出来了，我才会知道你要过来。你知道为什么他恐怖吗？他没有声音的，他进来就我这已经到拳头，就杀气都出来了，你知道吗？我想那种闷声发大。没有，不要闷，不要那个声打脸上要吹。但是你又把就有声。好不好？来。我觉得孝天老师他像一个家长，我怕我自己如果真的打的话有点没大没小。对，但是如果是角色的话，他应该被打。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确实是随地可以原地爆炸的地雷。来10路。你这是骗子啊！哎，你这话怎么能这样讲呢？这个真的摔了！我哪？哎，我的天哪！你这，你自己鞋，他自己鞋掉了。这个都捕捉不到，就是你特意拍是拍不到的，可遇不可求的。我们接他，我们接他在地上。因为你跌倒嘛，跌倒的人呢，楼上程度就是走开，就更气，更气就更气，好，更气，好，更气。你的伤是他给的。好。他那个点是什么？你在转身的过程中，你看到我那个气炸了，所以才会失去理智去打他们。丫头，起来，不行。再来，飞船没有到你。飞船没有到你。我不敢，没事。不是你就是这样往上飞就能打。你就刚才是对的，你 hold 住他。对，你可以这样。不，对，来。你别拦我！对呀。我真的不行，他没有解，老师他是真的没有解，他真的不行的。老师他不行的，他要这样他真的会傻。我们2个老人被。来。哎，来了啊！来，真实一点。来，去，准备去。OK，来 ready。
来，然后来go，来飞，1、2、3。就这样。阿嘎，可以了，好大力，很好，没事，很好，学到一招哟。对，哎，再回放给他们看，太好。对，这个好笑，就这个，是不是？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打爆了。疼吗？你说呢？我说的是什么呢？我当然知道。有生命危险的感觉吗？完全真实。我待会你打完他，你再上来的话，我会退到椅子那边，弯下来，你就打吧，但是你收一点力，你上来，拜托别起脚，起脚就变调了。你可以这么打，可以，别拿脚。然后我们翻过来准备拍朱孝天那个。来录！哎，你干嘛？好 ，cut。别抖啊！你摘。我真的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躲这个人躲得远远的，就是他靠近我就觉得我会遭殃。我以为他我想回家。再来一条。再来。真打呀！他打完自己问了一声：“真打呀？”假打过吗？我寻思别人打的呢。再来一条。你先笑完，这位老师，你别抖，先笑完。好，来，姿势准备，5、4、3、2、1，用。在座的病友们，有用过我们德国格瑞林的，请举一下手，让我们看一下好吗？哎，太好了，来，哎呀，来，这位阿婆啊，你跟大家分享一下用了我们的药是什么样一个感觉啊？我现在的身子啊，感觉比以前好多了，真的太感谢张院士，感谢德国格瑞林啊！没事，不客气啊，坐，咱们坐啊，谢谢你的分享啊！看到各位病友康复啊，我真的是十分的欣慰。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的努力是有成果的。我们消灭了慢粒白血病。哎，怎么了？真的吗？哎，这边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刚刚收到了我们总公司的通知啊，今天在现场买药的病友，本来3000块的药，现在只要2000，只要2000啊！太好了，来，安排大家买药来。可真能忽悠啊！难怪能骗这么多人。就是他把假药卖给了教会里的病友。没办法，人家卖的便宜，病急乱投医了。我觉得他讲的蛮真的。真个屁呀！你是个傻子，这么快就被洗脑了？那怎么办？报警啊！哎，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坐下，回去不要排队了，快回去坐下。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有要分享是吧？来。好，谢谢啊。各位病友，大家好，我是一位神父。这个德国纳米格瑞林，跟这位张院士啊，都是骗子，他们都是假的。这个大娘也是个托。这不是
这位朋友，你这个话对不对？我们都是德国进口的，你怎么能说我们是假的呢？对不对？我教会里的病人就是因为吃了张院士的药，现在全都住院了。哎，你冷静一下啊！你不要动我，真的，你们快把药放下，下地狱的。你这个你不能，你们一定会下地狱。哎，你们是谁呀？怎么跑来这你们闹呢？会下地狱。你管我干嘛？你这是骗子啊！哎，你这话怎么能这样讲？哎呀！死臭要放你！丫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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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假药的原来就是你呀！你这个骗子，会断子绝孙的，知道吗？他是个骗子，他是个骗子。 35，10，你输了。走走了啊，你们再多聊会。你就没有了。你看，等一下，你们有件事跟大家说一下。认识大家呢，也是缘分一场。 你们都叫我姐，我也很感谢大家。但是这天下吧，没有不散的宴席。从明天开始，那个药我就不卖了。姐，你是不是喝多了？可不能开玩笑的。啥意思啊，姐？哦，我不卖，还是有其他人卖的，就是价钱有点贵，1万块钱一瓶。 但是我和他们讲了，你们几个3000块。谁卖了？张长林，张院士，他经验很丰富，卖了10几年了。说白了，这几年我没出事儿，都是我幸运。那个假药贩子害死多少人，你不知道？他那药就是普热息痛加了些面粉。 吃不死人的啊！你说是人话吗？他骗的是病人的钱，他害死了多少人，你知道的。他是会下地狱的。他给了你多少钱？这不是钱的问题。你们知道卖假药要判多少年吗？小丫头，你知道吗？ 那你就把病人推给假药贩子吗？我推给他们有什么关系吗？药也没有断呀，是不是？啊，就是贵了一点，比4万块钱好多了，对不对？是不是？多少人连5000块钱的药都吃不起？你知道的。我为什么要知道？我他妈凭什么要知道啊？啊？ 我为什么要知道？我这个卖神油的啊！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抓进去了，他们怎么办？说实话，我拼死拼活的把药从那印度背回来，你们全部都要感谢我。我为什么要管你？我又不是白血病人，我为什么要管你们呀？ 我谢谢你，祝你开一个更大的神油店。小红毛，回来，小红毛。谢谢姐。 喝多了，滚啊！
主会保佑你的。好医保，麻医保官方医疗险品牌。医保之外的大额医药费，它能报；先进医药覆盖广，它能让你放心用。有了麻医保、好医保，看病心里更有底，给家庭多一重保障。哎，1010，啊，太好了，我们正好搞一下剧本。好，来，我陪你。我是有老婆的人，有家室的人。这个时候精神状况整个已经失常了，你知道吗？啊，我不能这样，我是一个有老婆有家室的人，虽然讲话没有野花香，但是我你要这样子才有喜感。正人君子跟变态对，切换我就想迅速切啊，他 ，OK，perfect。来，准备，3、2、1，开始。啊，我不能这样，我是有老婆有家室的人，自然野花不如家花香，自然野花不如家花香。家花不如，对不起，家花不如野花香，对不起。野花不如家花香。对不起，对不起。说出心声。好，来。自然家花不如野花香，但闻到野花心火火。都说路边的野花不能采，不采，来。有点没有主心骨了，就是你的挣扎是有根的呀。就是你的脚步慌乱，但是你的这个心是有一根弦的，现在就感觉散了。你两个状态的转变不够，你现在左右只差0.5，我希望你左右起码差个2.5。我不能这样，我是有老婆有家室的人，虽然家花没有野花香，但野花闻完心花芳，没有什么玩意儿，心发慌，我就改成心慌慌嘛，好不好？啊，心慌慌是要起来了，又劝自己一句，都说路边野花不要采。我不能这样，我不能这样，我是有老婆有家室的人，虽然家花不如野花香，但是闻到野花心火火。都说路边的野花不能采，但不采，来。其实挺好的，其实挺好的。是吧？马上还差一个亲姑娘，让他赶他走了。她好淑女哦，她以后演一个淑女挺好的。这个角色还是有点距离啊，非常多的形体来帮她。你站在这看一眼啊，现在呢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依然是正着的，你知道吧？依然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强求的时候你可以立着，但是呢，其实你哀怨的时候还是真的，从来没有被拒绝过，这次真的被拒绝了。但是被拒绝的时候呢，再看你一眼，我还是可以勾住你的魂。既然你都已经不那个什么了，那我就不强求了。这个时候就站起来了，送客。公子既然心中只有娇妻，那我也不必勉强。送客，好多了，眼神亮出来了，眼神情绪有了，辛苦了。不行，对呀。OK， 行，这个过了。老师好。吓死我了！老师对不起，吓死你了。刚刚老师说谁造型最搞笑，他就用谁。直接去抢吓人哦。好，反正杀人也好，嘉宾也好，反正抢到分就行。我必须抢一下，我又破了我的0，真紧张。美美不是啊，他现在很少那种说话的角色，我觉得让给他吧。我已经60分了。跑着都已经60分了，我都跑了好多龙套了，这是黄金龙套组啊！我到这儿赚点分，到那儿赚点分，到这儿赚点分，我赚的最后比你们还多，我一个人赚。我看看，来你转过来，我看看。挺像吓人，但我觉得他应该带个什么东西，更像。你这什么杀马特？他是不是杀马特吗？那吧，我是一边的。不关我事啊，大姐。这就是当今艺术跟古代的碰撞。你
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角色太好了，比主角我都想演。为啥？因为他们一直说朱美吉为了不扮丑，哦，对，所以我对这个角色的渴望程度比对主角渴望程度还要高，把我画成张飞。然后我这样说我是小野猫啊。李希啊，我感觉往鼻子上扎，咱俩必须得一会儿，不然别人会觉得咱俩真是傻子，这俩人是。我现在转战爹戏了。我现在就是一副很命苦的样子。还加点什么？哎，这脸上整一唇印呢。那你直接来呗。等会儿啊。哎呀，你把他打黑牛他来了。好。你已经成为我们无限穿越班已经连亲2个男人了，往我们短剧头部男女留绝亲的一个遍儿。嘿，这样好像不错。哎，真的很像外国人。阿拉登神丁。眉毛真改一个，他在逗我的胡子。太卷了，不行，我也来一个。你要来啥的？我来胎记在脸上。卷起来了吗？可以做一点年龄感出来，就糟老头那种，你知道吗？常年酗酒。这已经不像本人了。哎呦我大哥呀！看你这个也太……又疯一个！你现在扫脸可以进去你的手机吗？我进不去，你试试看。进不去，我也进不去，忘记了自己。有消息。我170分，只有我一个零。我才40分。啊，我们是第4，我们排最后呢。最高的697呀！璇儿姐太厉害了，扣分了我。你也扣分了？我加了30分。呀，我加分了呀！明天得多争取一下。后面3个班分数很接近，也就20分，也就差个20。你看现在是2、3、4分值拉得很近，第1名是领先的。其实是因为大月加分了，不然咱们是最后一组。嗯，对。这次真的是打破自己的舒适圈，真的是打破了自己的舒适圈。在自己的圈子里，你确实是玩儿；在新的一个圈子里，真的就是从零开始。哎，女。我反正我的那个临时那个戏我都接不上，我就主力去跑龙套。在跑龙套老多粉了，真的，你看，反正我就做一个龙套王。老师，老师，哎，老师好。
其实在想造型，也代表你们的喜感。对，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打扮都很不错嘛，都很有创意啊。所以4个在门口，8个在里面。门口那4个，谁是门口那4个？我一个。可以，老师，1个2个。服务员是吗？总有个女人做门口的。我可以啊。哦 ，OK， 好了，好。你们都去拍了？对，去吧。今天确实有点拼你，可以的。有点要发烧了，感觉。发烧了？哎，那你给那个谁现场要点药，让那谁，你跟 PD 说一下，让他给你拿点药。有点头痛。在等这位监制的时候，就已经有点不太行了，我觉得早就都发飘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耽误到进度了，在那种情况下，我还很担心第2天的状态，真的很难受，就回去休息。浩江，你卷一下吧，我再画个。行，因为分数实在……我知道。对，没事。然后天豪又挂了，主要跟第一名差距大，我倒不怕，主要是跟第3名差距太小了。万一明天你说咱没选上，人家选上了，也很难。我想去拼导演的角色，明天。对，尽量都抢。对，我们都抢，谁上就算谁。对，好吧。对。老师，我们组的那个吴天豪，然后他生病了，他扛着受不了了啊，然后所以他演谁呢？他演就是上桌的，然后我就替他那个。好。对，因为他发烧有点太难受。叫他走了，对。叫他回去吧。好，辛苦了，老师。你要认真的跟我讲，你刚才觉得OK 吗？我真的觉得 OK 啊，真的觉得很棒，我真的觉得很棒，而且导演一微调你就改得过来。这才是你厉害的地方！哎呀，这果然是我们队长！终于有角色了！我们现在还差几十分，明天再有机会再弄一个主角，我们就可以。我觉得你触底反，你可以13钗，你肯定可以搞定。我知道，你最13钗的那一钗。疯了，开始进入一种疯狂的状态。零零发妻子生日当夜，外表柔弱的钱操可以登门造访，实则暗藏试探与接近的目的。零零发一面应付周旋，一面又难掩微妙的暧昧张力，最终携钱操离去。我们自己排一下。一开始是你们2个在前面，好，听到积怨，没事啊，对，然后你们2个就往后面出来吧。我昨天看见你去积怨呐，积怨没有，可以。平球啊！看，进来！水饼红了，哎，到你分完你可以加入他们3个人跳舞嘛 ？OK， 好不好 ？OK。水饼红加入你们的时候啊，前面的3个人可以这样。整齐的，说。是吧？好，来，没事，他没讲大话。5, 6, 7, 8。OK，看，
可以了，可以了。OK， 好，再20分不好挣。你们俩，来，西妍，你领出来，其他3个收。谢谢导演，谢谢各位，谢谢导演。来，我们进屋吧。先是拍他们反应的。对，拍他们听到去妓院的反应。3、2、1，开始。为何我前几日看到你去妓院？妓院？你说什么？我亲眼看到他去妓院。女儿，她有没有说谎？没有。看着，OK， 这个 OK， 不错。哇，刚才脸都抽了，脸都抽了。各位 OK， 好，那就下一场战。来叫新月。我在。说他是来要命的，是冷艳的。好香啊，老公，你闻到了吗？这位姑娘，请问你找哪一位啊？我是来买药的，请问这里有当归吗？有没有那么急啊？不能改天吗？我心爱的男人一直没有来找我，我买当归不过是图个意头，盼他当夜归来。那我建议姑娘还是买连翘吧，能连夜死翘翘。看，下来，太凶了，这还是有点凶是吧？对呀，永远保持微笑，所以很有信心的讲所有话都是笑着讲的。笑里藏刀，你一认真呢，你就输了。好。那我建议姑娘还是买连翘吧，能连夜死翘翘。夫人身上的味道好特别呀。你也是，好像似曾相识呢。夫人，原来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我也没准备什么，不如将这个小玩意送给你。你有没有搞错？没搞错啊！我说了你不找他，他就会来找你的吗？你开什么玩笑？你送我的东西哪舍得送给别人啊？来看，不错啊，这次好很多。好 ，OK， 这组过了，往下拍吧。终于来了。硕，你还在呢？对呀，我以为你都回去了。现在才到我啊！孩子这个状态就是不一样。啊，对，10个小时嘛。我觉得就我们可以演下人，我们现在就可以适合演这种小角色。准确来说是9个半小时吧。黄硕不能坐那儿吧？你穿的衣服是家丁的衣服吧？你起来吧。就是一直在旁边看啊，然后学习一下经验嘛，然后就一直在一种比较焦急的状态在等待吧。当时我在想，完了，我的帕子是不是被砍掉了？那等到啥时候啊？当时我就问了一下导演，我想演里面那个下人。对啊，那你就演里面嘛。没有出来。好，然后确定了之后就没有那么心慌了。终于到我了！你个狐狸精，我跟你拼了！别动！你要敢戳他，我就戳死你啊！你要敢戳我，我就敢戳他。我也敢戳他，不关我的事啊！大哥大姐，谁来劝劝他们啊？王硕，你这里入画呀，你不能说走上去等着被他戳，就是你还是得要过去拉架子，然后好吧，送人头。送人头。别动！要敢戳他，我就戳死你啊！你要敢戳我，我就敢戳他。戳他就戳他，我也来戳他。不关我事啊！大哥大姐，谁来管管他们啊 ？OK cut， 这可以了。砸我脚了，砸我脚了。滑了。老弟真好身手。哎呀，滑了。
来，那个你们收工，谢谢。好，辛苦了，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好了，下班。非常好，非常好。老师对，辛苦了。好，辛苦了，辛苦了。好，那你们继续辛苦了，要好好休息啊。好 ，OK， 拜拜。辛苦了，啊，辛苦，拜拜。你太想奶。辛苦了。丁贵守护成长，无限超越梦想。本节目由丁贵儿脐贴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又可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哇！太漂亮了！我们看起来像是逃难过的，好吗？哇，状态好好啊，好漂亮，好漂亮，感觉像是大家闺秀哎，太美了！哟，害怕了！今天呢，把他们请回来呢，因为他们确实也非常适合我们接下来这个剧目的潜质。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样的，你试上了戏，不代表说你未来就能够一路平坦。我觉得未来的可能性和机会是随时都可能出现的，但是也请注意，他们的分数是不会计入任何一个班级的成绩的。即便这样，为了证明自己，他们也会拼尽全力，所以希望你们也一样。他们几个回来，我觉得其实对现在的几个学员来说，他一定能够感受到压力。我们既然来返场了，就是来踢馆的，你们做好准备哦。我们已经身心受创了。我回来也是跟着踢的，小心点。好温柔的挑战。话不多说了，我们心里见吧。欢迎大家！压力、紧张，我看到他们的第一反应，他们肯定就是能够驾驭这种身段，肯定会比我们更强。虽然他们的分数不会算到某一个班里面，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成绩，但是他们会挤压到我们可以争取到的机会。4位得先入座，把那个状态带出来。今天那个状态一直都要在。13钗呢，讲的是秦淮河边的风尘女子在民族危亡之际，替女学生赴死的故事。本次13钗的小考会共选出1位女主角金钗、玉墨，3位配角金钗，还有1位配角是女学生。然后剧本其实都已经发给大家了。你看完剧本之后，你对哪个角色的哪句话，你认为你能演出它，你就来演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最后我们会根据大家的选择，分为金钗组还是学生。
舒淇，你情绪上要把握一下。是的，振宇老师，我现在还是有一点紧张。那好吧，要不我们来一个拍前的小考好不好？找找状态。这样吧，你打电话回家，但是你这个人呢，就跟家里都是报喜不报忧的。现在去打电话，去，来吧。喂，爸，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哎，女儿，哎呦，挺好的，挺好的。哎，倒是你呀，天天拍戏，累坏了不？没事儿，爸，我扛得住。哎，我看人家拍戏又是下水又是骑马的，挺危险啊，意外谁说得准啊？我早就在蚂蚁保上买好了意外险，工作和生活中很多意外都可以保障。要是真的受伤了，可以申请报销医疗费，您就别操心了。那就好，哎，但保险用不上才好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心吧，我先挂了。可以啊，很好啊，入戏挺快的。是的，感谢振宇老师。不过说真的啊，有时候呢，拍摄中有些扣碰碰啊，运动受伤啊是常见的，所以给自己准备一份意外险是有必要的。没错，蚂蚁保上的意外险覆盖范围很广，还有陪诊、护工等增值服务，有它在，安全感直接拉满。对，棒棒。其实这个我也挺可以，这个我觉得我也挺适合。13钗这个故事特别的励志，我更想尝试学生的角色，而且我觉得他从前期到后期的反差和他心里的纠结、痛苦和他整个人的思想上的转变，绝不能让日本人再糟蹋我们的圣子。我觉得他是一个需要我真正的切身去感受他和角色，所以我其实很想挑战。你要是哪个？我是就找玉墨吧。我觉得玉墨是一个她虽然沦落于风尘，但是她心中却有傲骨的女生。要我说啊，我们干脆就去做一件顶天立地的事，改一改这自古以来的谋名。她沉着稳定，然后勇敢，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角色。从余音你开始。我选的是学生。你这个头发是谁做成这个样子的？我们都很潦草。好，来，你是个学生。这件衣服是新的，是神父让圣诞节穿的，就是袖子有点短，你试试吧，姐姐。那好像马上自然一点啊，演学生会。可能要把妆卸了会好一点，现在看起来像个腹黑的学生。对，能幻想他演学生可能。对，他眼睛都大了一点点的，不知道为什么。对。来，王哥哥，你想演哪一段？王哥哥是。王哥哥有点散光，所以他的眼睛会有点，你会觉得。我不太上镜，有点下镜是吧？不是，是你的眼神不聚光，就是哎，你看你现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是。哎，对呀，为什么老？对，我有时候有点开那个省电模式，然后就会这样。省电模式？对。就是省电，就是别用电量了。我平常看着就是困困的，我并没有注意眼睛管，就我平常就是那样睁大，我是这样子看。你就是总是看到一副很累的那个，你知道吧？抓得很准，就是我平常是一个省电的状态，就为了一会儿有电要用，是吧？对。好，来，现在你有电要用了，我要是玉墨。来了。哎，小妹妹，你们别胡闹了，这南京城里每天死那么多人，阎王都收不过来，你们在这瞎起什么哄啊？可以哦，省电变成闪电那个 fresh 啊！好，各位，谢谢。好可爱。以后你的外号就叫什么？省电格格，对吧？省电格，圣意格电，圣意格电了。我想是玉墨，钗，女1号，钗，钗。我觉得小日本不至于要了我的命吧？不就是图个快活？姐妹们都是干这行的，
就算我们去了，还能活着回来。红玲，你让那小女娃去了，他们就算回来了，还能活下去吗？你为了展示那个风云的，你一直转。其实你这个样子倒特别像，因为我以前演过很多的女土匪，土匪，那2个女匪王我演过一个，我就觉得其实你就挺像那个回来了，就是那个那边山头上怎么着了？对，那个这个应该再妩媚一点。没事，那好，谢谢老师。我是玉墨。哦，不就是图个痛快吗？姐妹们都是做这行的，什么男人没见过啊？只要能活着回来，我们就能凑合着活下去。其实你的问题在于你演戏的气息和眼神和表情是断掉的。好，可以。但是太过，就还是在说台词。对。江真宇拆玉墨。这个会自然一点，你看，他就好了一点。要我说，我们干脆就去做一件顶天立地的事，让世人们看看，也改改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其实他这个仪态也挺好的，走路就能传送一些所有机体的语言，前后的能传送多一点感情，大家是不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好，谢谢老师。来，红玲，我就是觉得不值，人家连厕所都不让你上，还保护人家，热脸贴冷屁股。没了。谢宁啊，你真的要趁这个时间要把自己洗干净一点。洗干净。对。就你演的还是自己平时的样子，自己的样子，就眼神啊，那个状态啊。这样。人家连厕所都不让你上，还保护人家。别再这样，不要再有以往一丢丢的演技方法、表情，你是一个全新的谢依宁。好。因为人呐。肌肉都是那几条，但用惯那几条了，某一些心态来的那几条就先走。在创作人物了，我们要调配不同的肌肉。如果你看不起人，你就是这样；但看不起人，能不能另外一个肌肉，另外一个心态，不要再用我们旧的肌肉。你就是个优雅的谢依宁，你是高尚的谢依宁。很平淡的冰雪女王的谢依宁，我们回去想一下，好不好？好，说得非常好。对，谢依宁的习惯是，而且你总这么表面的，你根本就没有体会到这个角色他真实的样子。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脸谱化的表演能够达到我们认知的这个要求，真的。给你信心，你放下一些，没事的。你看现在，如果这样的话会收获很，好美啊！对呀，真的好美啊！对，现在不比刚才。你一定要留住你刚才那个状态，真的好美哦！好不好？真的。我想是红玲，红玲，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接客都不晓得接了多少回了。小妹妹，这个钱帮我收好，姐姐还等着拿这个钱去输肾呢。还学了点那个，我是南京人啊，你是南京人，我是南京人。但是就是味道跟眼神差了一点。小妹妹，这个钱收好，姐姐还等着拿这个钱去赎肾来，啊，这个味道没有呀？赎肾呢？哇！哎呀，就站着讲好，太好。就为什么不能绕着？哎呀，小妹妹呀，你看见这样吗？什么讲台词为什么不能动起来呢？算了，下一位。我是的，是红玲。红玲好。玉墨，我知道你瞧不上我，
我也不服你。算了，今天我就听你一回。依我看啊，姐妹们都去，既然别人那么瞧不上我们，那我们就做一件有情有义的事情。哎，好，可以啊，好。秦牛正威，小蚊子。啊，哦，小蚊子哈。啊。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喜欢那只猫，那天跑不见了。小妹妹，你答应我，替我找到它。你为什么讲话要那么甜呢？小蚊子应该那么甜吗？我讲话甜吗，老师？就是很书香世家的感觉啊。可以，但是也还是有点教养。好，谢谢你。好。老师，我试一下学生。这件衣服是新的，就是袖子有点短，你试试吧，姐姐。因为在南京，这个学生已经是很苦的，就没有那么阳光。这回我要给自己能挑一件挺直腰杆的事。小妹妹，我有个办法，我替你去。我想说，你让我看到的表演和这个戏没有关系。只要咱们还能活着，咱们就能凑合的活下去。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接客都不知道接多少回了。我们不是从台词出发，我们要从人物出发。我要那个性格，我要那个是个人物，我不是要一个情绪。太过戏剧化，你们永远都是把戏剧化。因为他们会想着说，我要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表现出一场戏的情绪，所以他就会总会带着这个情绪和任务来演一段儿。就先回去吧。好，谢谢老师。就所以慢慢学吧，没办法。谢谢老师。慢慢再来告诉你们，这个人物是怎么找出来的啊。好难。我觉得任何的难点都在于他对人物的理解，对那个时代发生的故事的理解。那你能不能理解这个人？你不要去想这个是个角色，我在演角色。如果学生我好像见到余音没有那么想装小朋友，但又是一个刚才有刹那是好像是有一点点对。我觉得余音和新月，新月可能就是眼神里可以干净一些，但是不需要什么都用你的笑容去吸引别人。那比较来就是两个气质不一样的人哈。虽然剧本里差有很多，但是我们有重要戏份的差只有几位。我实话说，我觉得刚才看完了整个的试镜，徐嘉欣是吧？是合适的。徐嘉欣，江真宇也是合适的，有那种韵味在啊。王宇歌也可以。我觉得秦牛正威也是可以留下来，但是因为你太大家闺秀了，太书香门第了，这次再来一个群像戏，我希望你再突破一下。好。完了，真被踢馆成功了哟。然后呢，谢依霖、熊黛林，我觉得也有不一样的气质。然后朱美吉、刘大月留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吧。可以啊，你觉得呢？你觉得哪一个会？在我心中，因为莫是一个分量很重的角色，我是真的很想争取。肯定是压力大，根本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这个是第一个，这肯定是这个了。但是我们不能两个都留，我们只留他们一个。不，肯定这就是想给他们踢馆下去啊，拿到主要角色嘛。好忐忑，还不成功。我觉得我需要跟刘涛老师来慎重商量一下结果。
我觉得我需要跟刘涛老师来慎重商量一下结果，所以我们就用短讯的方法来通知大家。想要把钦差演好呢，一个是要形似，还有一个呢是神似，要演出13钗的情感内核。所以我们今天还特别准备给大家上一节大师课，由塑造众多风华绝代、经典奇女子角色的何赛飞老师来对大家进行教学指导。这一课上了完全不一样。好的，谢谢老师。Hello， 哇，漂亮了！老师好漂亮，同学们好，老师好，你们辛苦了，老师辛苦了。好，快请坐吧。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旗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服饰，蕴含着我们自己中国自己民族的文化内涵。关于旗袍这个服饰呢，我接触的是蛮多的，因为我拍过很多旗袍戏。我穿起来的感觉就是，它收放都有，就是让女性会显得很典雅、很温婉、很端庄，是吗？但也不失风情和浪漫。所以说呢，坐有坐相的，站有站相。穿这个旗袍，如果坐的时候是这样坐，肯定不对。从拍照的角度来说，你就得稍微斜一点。对呀，斜一点上身给大家。如果比较胖的人一坐下来，他就会有这里一圈，我们叫救生圈、游泳圈。哎，但有个小办法。一般穿旗袍，它会有带个小道具、小手帕呀、小包包呀，它就放在这儿。你看，把自己的微微这儿挡住了。微微。关于走路，那就要注意，旗袍这种就是要这样跑。那急走。这样跑，两个膝盖始终在一条线上，它不容易夹脚。夹到顶着它，一夹就好了。走路也是这样，最好是那种直线走，你的两条腿永远在这个一片衣服的中间，你们感受一下。你看，始终两条腿在一片后面，就不会尴尬。是不是啊？这跑起来跑一条线好难跑啊。对啊，对，非常棒。你们刚才走的那种都感觉到了哈。非常好。那这里呢有扇子，一个人来拿一个。哎，这个好，谢谢。这个对。我们学几个动作先哈。你看我站在你们这样一边的，好，是折扇的，这样开扇，手指头顶这儿，这边拉。好，团扇你借我一下，你看，用这个画个圆圈，小圆圈，一条线，一个点，45度，眼睛跟出去，好，跟在这儿，往这儿定住，虚虚的，好像看着呢，好像没看着，好，眼睛放出去，70、80就够了，不要这样傻乎乎的啊。好，我们一起来一下，来，预备，起，打开。
它有这种江南烟雨蒙蒙的感觉。感受一下嘛。哦。不孤单是情，家内情虽近，临风要心呀，是与离，当困与生呀。老师一开口，我们就是觉得太正宗了。首先是欣赏。放出来。他其实是让我短时间的对这首曲子有了一定的观感和认知。轩宇的雨，雨声声，这个。然后加上他的身段，也给了我一些就是学习的空间。当困一生阳啊，还是需要鼓励的嘛，需要打气的。我把嗓子喊得很响，注意力集中了啊！打鸡血。打鸡血，再有激情，再有激情，把最好的状态，把最好的美景送给镜头，送给观众。世外桃源呐！用我的精神头，用我的热情去激发他们的潜能。我知道很累，但是必须是这样，演员就是这样，在你凌晨4点要你哭要你笑，你仍然要坚持，要不你不干，没办法。如果要配合的话，好。闪闪发光的眼睛，打鸡血，对，好，你看不到，你看沈阳演成这样的，沈阳啊，沈阳演成这样的，我刚才不说了，要打鸡血，这个大阔一生，阔什么阔？你得阔出去呀！你承认吧？你是这样吧？我是这样的，老师太像了。会抓到你的，不是我冤枉你。好，眼睛放出去。哎，很棒，你很棒。他贵姓啊？王宇哥。王宇哥，眼睛放得好。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老师。希望你们在我们这个无限超越班超越一切。好，棒极了！下课，谢谢老师，谢谢。快点，快点穿衣服。哇哦，哇哦，哇哦！恭喜你，宝贝！哦，真的吗？小鹿，你是小蚊子，看到了！天哪，惊喜，然后又有点窃喜，就是因为小蚊子它本身可能跟我自己性格在表演上也会有那么一点像，就是我对表演也是有那么一部分是不坚定，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命运的某一种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东西，就有一种宿命感，那一瞬间击中了我，然后我就会觉得小蚊子，我现在就要成为你。收到这个消息，我就觉得肯定压力是有的，因为其实竞争玉墨这个角色的人也有很多，毕竟她算是戏中的女主角，就更想把她给诠释好演好，因为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对，无限超越班我来了。
让我们恭喜他们，恭喜恭喜！他们选上了3个，对，可以。那我们去下一步，走，再跑那个。我没试上啊，那我这是没有了吗？走吧。哎呀，我看我还能往哪儿去，何去何从呢？去问问还能不能再争取一些其他的角色。问一下。是的，这个都是这样的，就是都没想到，我们这心情就像坐过山车。是啊，永远不要放弃，因为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对啊，看看踢馆回来的成功了，真的。那我们更得争口气，是不是？是。包的，加油加油！挺难过的，4个人回来踢馆，结果我没有选上，感觉屡战屡败，难过。真是重创万箭穿心，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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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人生每一幕都有蚂蚁保守护。又渴又累，全新脉动，3联电解质，3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来，第一场在厨房，场景搁哪儿啊？是吗？这厨房。今天先是金陵13钗的竞选角小乔治和教父，有4个竞选小乔治的，有3个竞选教父。南京沦陷后，教会女学生与秦淮河歌女入殓师约翰及神父养子陈乔治一起避难。陈乔治是教堂唯一的中国男孩子。当日军强征女学生的时候，歌女们决定顶替赴死，但因为少了一个人，陈乔治毅然男扮女装，与12位歌女组成了13钗的慷慨赴难。我知道，我只是做英格曼神父让我去做的事。我知道，我只是做英格曼神父让我做的事。他说，为了护住这些孩子，也要做一件顶天立地的事。我觉得孩子就表达一个天真的感觉嘛。你得稍微先，因为他毕竟还是小孩儿。对。乔治是一个小孩，但是他心里边藏着大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情怀。他知道他出去之后可能会没命。我只是做英格曼神父让我做的事，但是他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生命跟12个女子她们绑定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种大爱。像吗？像，先去吃药。挺好的。待会儿说。就是要试一段厨房的戏，然后直接神父跟乔治试。这我给你3包，你在今天大概4到6个小时喝一次，然后因为这药睡前吗？现在就能吃。好，但这药极苦，我一般都是倒在舌头下，然后再兑水喝下去。待会儿我们就可以，谢谢哥，你先吃吧，先吃。夏天哥好暖心啊，然后他给了我那个3包药，还有3颗糖，然后我第一次把那个糖吃了。你吃了没药？吃了你这个糖。我叫你吃药，你吃糖。待会儿吃。那糖是给你吃药之后吃的。哎呀妈呀，你这孩子哦，是这个意思。你以为是？然后就盯了我1天，一定要吃药，一定要吃药。哎，你吃完药感觉怎么样？5、6个小时后再吃1包，再吃1包啊！你今天把那3包吃完，睡前再吃1包。今天吃完3包，好。但是我没吃完。你们是一组的吗？那你们有点小孩角色，你就让给我们吧。是啊，你不够年轻啊，我一个角色都没有。你现在多少分？我就30分，你36分。他比我还低。你不是有3太爷了吗？那就有20分啊。3太爷那不是你，问题是你现在不是那个有点角色的镜头还不少吗？镜头不少，分数低啊。那可以了，我们这都没有什么镜头的。对啊，是吧？分高一点而已。走吧，去吧 ，please。
你当教父去。他不得分吗？谁跟谁一组？一共就俩人，反正就你们目前还神父也3个人了，神父3个人，咱4个。还有谁？还有谁来着？你也来神父啊？对。OK。我来。又来个神父，我的妈呀！啊，硕哥，搁哪儿啊？硕哥来了。硕哥，哎呀妈，神父啊！哎呀我天！我硕哥不就神父吗？我是为了你们还没开始玩考验。他一进来我说就是这个人啊，就是这个神父这个人啊。你太卷了，你就是神父，你是从哪儿来的童装啊？我也是看了电影解说，他一出场是大胡子，我剃完胡子一看这场他没胡子。你们好，带上麦了吗？郝连坚在那儿吧？哎，化妆老师，来弄个神父，完美 perfect， 对，就是他了。对，他为什么没胡子这场？刮了，就这下刮了，就这场刮了，是吗？他以前都有胡子是吗？前面应该是有的，我记得。我真醉了，我完蛋了。我觉得振宇哥见到我一定会骂我，说你为什么要搞成这样子？你是 cosplay 吗？就这种感觉。就这样吧，就用几句话。其实这个特别难演，是感情。我觉得我可能又得遮这儿。我最害怕就是这种哭戏，1秒哭。喂，大家好。Hello， 郑爽是吧？哦，只有你们2个抢神父吗？4个神父。我们还是拍，我把机器都架好了，让他们一组一组的试。你们自己发挥了吧。好，我在看电视哈。来，那我们第1组是谁？谁愿意来试一下？你们是第1组，我来吧。咱们第1组啊，来行。我们是第1组，然后你们是第2组，那你们第3组，那你们第4组，好吧？好。你是个好孩子。我仿佛听见一个慢神父他在说话。他说：“你为了保护那些女孩，在做一件顶天立地的事。”他还说：“你一直都是个好孩子。”好，下一组。你知道这么一去，要面对什么吗？我知道，我只是做英格曼神父让我做的事。你是个好孩子。下一组。你知道这一去你要面临什么吗？我知道，我只是在做英格曼神父让我做的事。我好像梦到英格曼神父。真的吗？他说什么了？下一组。他还说你是个好孩子，他一直都知道。我看。直接选吗？难道？对，直接选，不行直接走。再调一下，然后再拍一次。不用调，反正哭出来的都不要，没有哭的就要。大家集中在这边吧。来，所有人来，1、2、3、4组来，先集中在这个场景来。对。凡是想哭的，都会被淘汰的。哭，想哭，想哭不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为什么淘汰那些想哭的人吗？这场戏，如果我跟一个小孩子，我应该给他说很好、很有力量的话，很有希望，你会去这个很好的地方。你记住，你所有都是保护这些女孩子的，我不会给她恐惧吧？我不会给她生离死别吧？想一下，这个情况，大家哭哭啼啼有什么好看呢？这个头啊，放上去就没得回头的了。这拿着帽子跟你这放，你想清楚了吗？那如果放上去，你想清楚有什么好看呢？所以就张龙说，钟美美用我的方法，其他人可以去跑组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13钗的2个男主角都被我们组包揽了。来，对，开始。
因为这两个交流就有点，这个交流有点意义了。哎，好 cut， 好过了。我们很有可能靠这2个角色，我们就反超回来了，非常非常的窃喜。Hello， 哇，这么多人来参加，还不错，我们的剧组。哎呀，终于有一个机会。我们这个剧组呢叫镜头之外，但是这个题材我觉得对你们来讲，你们要比较喜欢，而且比较适合演的。对我们这个题材所描述的情境会比较熟悉。请坐，请坐，请坐，先请坐啊。镜头之外，想一想，镜头之外是什么？不为人知的一些辛酸。对，然后所以有辛酸到吗？这把年纪应该是很多的。没有，这几天，有，真的有了，有。小天，你那个黑眼圈很明显，你先来讲一讲怎么了，小天。就是因为可能我比较幸运，我一开始出道，然后很快就会成为剧组会保护的对象。但是这几天，因为我们跑戏跑组这个东西，大家是凭这个公平去竞争的。然后那天等戏等很晚，我就坐在外面的帐篷里面，一直在想，我到底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受这种罪？其实我已经偷偷哭了一下下。啊？真的我没看到。对，因为我一直背对着你们，然后后来我就跟自己说，我说那不是这样子想，那我现在在体验的是不是正是群众演员在体验的感受？就是他们是真正是剧组，好像当成工具用的这种，我还是至少是被尊重了。那你一看，我还在这坐着呢，摄像大哥在那站着，我的 PD 在外面吹着风，然后我就调整自己现在，我说那不行，那我如果这样，我要坚持下去。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挺值得的，因为我这2天其实有重新找到对戏剧的这种热爱，那种激情是吧？被吴镇宇骂了好几次，那就是那谁让你选他那边？他分数在那里啊。对啊。OK， 好的啊，那好吧，老前辈讲一讲，那小朋友讲讲吧，小朋友，讲讲怎么心酸了？心酸嘛，以前有一点吧，我的公司是时代峰峻嘛。什么啦？让你讲这几天的辛酸？这几天的辛酸啊！这几天我觉得不心酸吧？他觉得很幸福，在公司更惨是吧？是你要吐槽时代峰峻是吗？这几天的辛酸，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在边上等待也能学习到很多东西，失落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作为新人就是应该的，就是大家都比我厉害。这个能体会，因为什么？他会觉得，旁边那个前辈已经也没被选上，对，没比上，跟我一样啊。那我有什么困难了？我体力还比他好，好心酸。前辈又要哭了。其实怎么已经不是最辛苦的，我们这个戏里面那个角色才是最辛苦的。因为来了无声教育班，虽然你们是学员，但是你们还有车子在等你。那些跑龙套临时演员呐，你上个厕所出来，车就走了。所以，他不是有一个对白吗？当你是一个卡，才有资格掉眼泪。这些跑龙套的，连掉眼泪、觉得自己苦的机会都没有。是的，我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个故事。有一个电影，然后让大家去跑龙套，然后那场戏呢是演一个粉丝，我当时就觉得太想让大家看见我了，就是那场戏也是大家在追逐着那个偶像，我就很勇敢地拨开人群，就冲到最前面，我说老师您签个名吧，什么什么，我觉得我表现挺好的，但是我就是那场戏结束了以后就被群头给骂了，因为他就觉得你怎么就你会抢戏，我没有安排你到那么前面去，这个好像你很有心机的样子什么什么的，哇，把我哭的，我在想那怎么办，就是明天我还要不要去？结果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呢，我就前面走着一个人，然后我就想，我别哭了，因为上班压力好大，我那时候才15岁，你知道，然后我就想别哭了，但是越想越忍不住，这时我就快一点越过那个人，然后那个人就叫住了我，他说，那个小女孩，
然后我一回头是谁，就是前一天演那个明星的那个人，就是巩汉林老师啊。他说你是不是昨天那个演粉丝那个小女孩，冲在最前面那个啊？我说是的。然后他说你好好努力，昨天你很好。哇，我就前身就哭跑走，哭到一边哭一边跑走，也不好意思说谢谢您啊什么的。其实就是这些年我一直就是想，如果有一次机会，我想感谢他，你知道吗？但是一直都没碰到。但为什么我也很感谢自己坚持到了今天呀？是因为去年就是有一些影迷他剪辑了，从网上找了我的资料，然后剪辑说郝蕾从头一直到现在的每一年都演了什么。然后第一个镜头就是那个演粉丝，对，哇，我当时就掉眼泪，哇，就是能够留下影像，然后看见自己很小的时候非常稚嫩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这是做演员最。很感动啊，很感动。对，这太好了。这是那句话嘛，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愿意替别人撑伞。好的，我们分享的这些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主题了。所以我们所说的一切就是镜头之外的生活。好，我们刚刚讲完这么多故事啊，可能李明也经历过，让我们坐下来，谁有这种感受的，你出来给我们讲一讲，分享一下，好吧？好，来，有就出来讲，没有就算了。举手。我讲了。哇哇哇！就是我公司是分1、2、3、4代的嘛，然后我最开始加入公司的时候是4代，然后当然就没有在学校的朋友就没有交流那么深了吧，然后主要的朋友就是公司的这些朋友，当时每天活得还是挺充实的，然后挺开心的。中考结束了之后，就突然被通知去到了3代，然后到了之后，心里面就是很孤独，因为本来是身边是一群很熟悉、很亲近的人，然后变成了一群陌生人，也不知道怎么去融入他们。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们就是可能有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我的原因导致他们不开心？哇哦！然后其实可能他们跟我说什么，可能我觉得不好笑，但是我可是还会笑出来。但其实我的内心是比较敏感的，对。然后慢慢我发现我融入进去了，然后跟大家也慢慢变得熟了起来，所以说也没什么了。然后就来到了超越班，然后学习并且成长。这个转折，你的这么快，你发展的好快。但是我其实一直是有一个很疑惑的问题啊，就是说你们这么小的年纪，然后要被这么多的人关注着，就没有在你这个年纪该有的生活，你不难受吗？我觉得会难受吧，就是比如说朋友就比较少嘛，对呀，没有时间交朋友，其实我挺能理解他的，
是，就是因为我们从小也是这样长大的，因为我们是在特定环境中，就像一个封闭军事化，然后就是你要为那个目标去冲。但现在的运动员就好很多，因为他们开放了，然后这个社交媒体也多，所以那天跟我们坐在一起带业组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孤独。哎，我刚才听你讲那2句，我还挺心酸的，就是如果他们心情不好，你会觉得是不是因为你？他们讲了一些好笑的事情，其实你觉得不好笑，但是你也要跟着笑。做自己，真的做自己，你才会快乐。是，希望你在无限超越班的这趟旅程里边做自己啊，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你，好不好？好，谢谢老师。我想说的是，因为我是从《喜人奇妙夜》出来的嘛，在《喜人奇妙夜》之前，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然后《喜人奇妙夜》第1季结束了之后，我们好像收获了一些关注度。当时心里是觉得终于有人看见我了。然后我就正好是在外面接到了一个 casting 的那个说你一定要来试，是一个还不错的项目，里面一个还不错的角色，我们都觉得非常合适你。然后当时我也很激动嘛，终于有这种找上来说你可以试一下，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试戏片段试好。然后我们就连夜到了那儿，然后我就进去了，自我介绍完了，我说我要面的角色是谁谁谁，然后当时那个制片人说可以了，可以走了。我说可是我还没有开始试戏。他说是啊，我知道，你可以走了。我说好。然后我就走了之后，经纪人在门口看我说这么顺利的 ，OK 了。然后我也没说话，然后我就接着往前走。casting 说面完了，我就说你很合适吧。然后呢，我也没说话，我还是在那个屋里坐着，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呢？不是叫我来试的吗？可是导演也都还没说，然后制片就说你可以走了，然后我就有一种自尊心被创了的感觉，然后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咚咚咚咚咚3下5除2，一推开门，我说不行，我说不行，我说我必须得需要个理由。然后他就这样看着我，然后我说是觉得我长得不合适吗？还是说怎么地的？然后他说对呀，能走了吗？然后我就说可以了，有理由就可以了，但我给自己找台阶下了。走出那个地方，我到现在都没回过那座大厦，我太害怕了，然后我才哭。然后我看到那个试戏片段，里面也有这个说你成咖了之后才可以掉眼泪。然后我来这个节目也想的是不掉眼泪，结果一直在掉眼泪。所以今天刚才分享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也许我把这个故事说出来，我自己的枷锁也会少一点，然后我也没有那么害怕试戏啊，或者被批评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对这些，我们常常都会遇得到，因为我们当导演呢，常常也会想去找一个演员，也会找很多人来试给我们看，但他可能试到第4、第5个已经讲，这个可以了，后面就不用试了。他只是为选人而来，他就起来就走了，所以也没办法。其实这次我们选角有会碰到这个，每个人就申请想演什么，但是我们也没有那么时间，每个人都给他试啊，对不对？昨天也有人就问我说，我能不能再试那个角色？我说没有时间了，我们要拍了。但是好像很残忍，但是有时候是有点困难。说不难受都是假的，但我觉得就像玫瑰花一样，那它根就是一堆刺，那只有最上面是最漂亮的。那没有这个过程就不可能更好。就我想讲一个故事呢，就是我不是刚考上电影学院的时候，我就通过朋友啊去试戏啊去建组，然后终于试上了一个网剧，当时就5个主角，5个男主角，4个女主角，就讲宿舍的故事。但是后面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点，就是那剩下的4个男生都是一家公司的，然后那个女生是平台的4个女生。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氛围不太对，然后
后面就是有一场戏，就是我们一直没表现好，就是他要那种很窘迫的样子，然后导演他就自己演了一遍，然后所有的人都哄堂大笑，然后我也跟着笑了，他唯一指着我骂，我就跟他说道歉对不起，然后他直接甩了就走了。无奈吧。新人时期，每个机会都来之不易，可能你放弃了这个机会之后的机会就没有了，只能做心理建设，但确实自己又很委屈。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大型女团，所以老会接到一些类似伴舞的工作。然后那天是冬天零下，就是也是因为对外展现的是少女的形象，所以我们衣服永远是蓬蓬裙、短裙，露着腿，就是憋着眼泪在笑。结果最后的那个剪出来的镜头，就只有那个圆圆的糊的那个小脸、小头，其实一个特写都没有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有没有咬着后槽牙说，有，我想站到前面去？对，我想站在中间。那会儿有这个心态。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说，转演员以后，我只想做一个让观众去接受你的角色的扮演，但是你不得不去接受一些你不太想要接受的角色，那种时刻我觉得是低点。从我正式决心要进入演员的那一天，我会对演员抱怀着一种理想化的认知，就是说我还是想要接我有感觉的角色，因为我这样能全心的投入进去。直到有一个低谷期，然后我发现我的这个积蓄已经快见底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这样的一天，那个眼泪就已经咔掉下来。路上我就开始想起周星驰那句话，他是笑着说的，他说揾食啫大佬，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找吃的嘛。所以那一刻我就开始对了演员有一个完全更简单的理解，就是不论什么角色，我要把它演好，再来机会要把它演好，我要先让自己能生活下去。就是这么简单。谢谢老师。好的，还有谁要分享？最心酸的是什么呢？最心酸的是有想讲的，但是不能讲，你们也不能知道的事情。其实，可能30+的这些演员，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有很多经历是想讲不能讲的。我来吧。好，哇，熊哥你也有啊？我的故事不是做演员的故事，我做演员之前是做模特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才19岁出道的，因为我的长相不是那时候流行的，不是那种丹凤眼呐，就是很酷的那种，不是大骨架，所以我的机会非常的少。我已经半年没有演出了，最穷的时候是身上只有20块钱了，没有工作，完全没有工作的，因为大家不喜欢我，不喜欢那就没办法。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认识的朋友，就认识的人吧，他就跟我说，他说北京时装周，啊，很多模特会来，有很多演出，什么人都可以，他就说你来就可以了，就讲得很好。然后我就找朋友借了几百块钱去做那个坐票，坐火车嘛，绿皮火车。到了以后呢，我真的面到了，然后导演就开始发衣服了，发到我那儿的时候，拿了一件透视装。然后我就跟导演说，我说导演，谢谢你选了我，我非常的开心，你给我的这个半年以来第一次工作，但是我真的不太能接受得了这么透的衣服，然后。
我很难过，明白的。好心酸啊。对，不容易。我自己都没想到我能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因为已经过去了26年了，但是还是历历在目那一刻。其他人讲的就是我都遇见过，可能对我来说时代已经比较久远了。熊黛林真的出乎意料的有点酸，很心酸。黛林姐讲的时候我就听进去了，我就觉得很难受。来，马上我们来第2轮的测试啊！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就是聚焦于演员和经纪人互相相依还有互相对抗的这个关系。接下来我们就会给大家一些影视行业相关的幕后的情景题，完成即兴的表演。所以，当我出个题目，如果觉得这题目适合我来演，我比较了解这个，一个举手。好啊。第一个情景是2个之前曾经在这个团里面活动生了矛盾的艺人，在电梯相遇，突然间电梯打开，记者进来，那2个又不想告诉大家我们是不和的，那2个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呢？来，谁来？来，我来。你要来，你们俩就是有矛盾。哎，那我跟汉文哥来一个。好，你可以把不能说的都说出来。我们当你是演戏。我给你们搭记者吧。这记者可以。加油。电梯门关，按。刘记者，小天喊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真幸运啊，碰上一大天团。没有，什么，我们俩同一公司，常常见面啦，我们都。对吧？你们都倒装句。我听说前段时间有一个手机广告，要定你们俩其中一位，怎么样？选上了吗？选谁了？刚昨天定了他，定谁？定了我哥，定了他选了我，可能我是比较合适嘛，他最近吃胖了，所以没选他。那你说你俩一个天团的，你说好可爱呀！上去了，另一个手机广告被你拿了，你认识的这个团的，手机广告被你拿了，所以没选他。那你说你俩一个天团的，你说小天你不遗憾吗？这不有啥好遗憾的？他上跟我上有什么区别？我们那么好的朋友，对吧？而且他上，就算他上，哥，刚才通知我说那个广告让我去了，你俩知道这事儿吗？啊？是吗？啊，对，我还不知道呀。你不知道啊？定好了？定好了，明天我就去。我还以为昨天定了汉文，不是吗？对。那汉文哥，你要不要赶快去印证一下？我电梯快到了。这个，到了，咱们再聊吧。好嘞，那下次咱再聊。再见。这谁？记者，你要疯了！你记者面前你讲这些东西，你让汉文哥面子往哪摆？你在哪里知道的？公司确定告诉你吗？对呀，老板怎么说换就换了。稍停一下，刚才这一段里边有2趴是有意思的。你看第1趴，卡在这儿了。我们俩同一公司，常常见面啦，我们都，是吧？大家都笑了。就那种尴尬是非常真实的。我突然 Q 小新上来，他说定了他，然后2个人的那个表情是非常复杂的。就我觉得刚刚他说定了他的时候，你是有点尴尬，但是他是很开心。好了，你以为你有了，活该。对呀，所以就是要记住表演，我们要抓这种真实鲜活的东西。你那招太坏了，太坏了！我坏的招很多，还没有使出来。对呀，3个人就拍个照嘛，我觉得挺好的。所以要拍那个照时，他还在中间，你们2个还。
呀，他走了。那多好看，对不对？好的，来下一组吧，好不好？好，谢谢。下一组，来，下一个是被团队拒绝的。不好意思，老师。哎呀，呀，进来一个美女。哇，不好意思，老师打扰，因为我刚在那边拍完，然后就赶紧过来，我看能不能在这儿再争取几个角色。那你先坐下吧。你有没有跑错地方啊？太逗了，你这个可。大家听着啊，这个题目是电影发布会之前，然后导演来了，艺人在休息室再次提出一个被团队拒绝过的宣发互动。拒绝过的宣发互动。对，一个艺人，一个导演，一个经纪人。我来个导演吧。我来艺人。艺人，经纪人呢？经纪人。那我来经纪人吧。来，好，是我来。OK。哎，你来经纪人啊？我也想当他经纪人。行，想当他经纪人。好，先是你们两个在化妆间啊。好。一个化妆师，我来。去，我有化妆品。师，对。哎，好专业。开始了。上次提的那个问题啊，硕哥说他可以接受。硕哥说可以接受。啥问题来着？对，我们就是希望有一个那个照片的相框嘛，然后呢，你在那里跳一些这种舞蹈啊。那我觉得可以啊。对，然后我们会有那个，我们毕竟电影宣发，别的公司啊，像什么开源公司、思源影业，开源公司、思源影业都是这么做的。先等一下，所以我们那个谁，可可啊，先出去一下。哦，这是对的，把叫他出去是对的，对对对。等会儿啊，啊，是这个样子。这个，但是这次机会真的，这次机会跟上次不一样，非常好。我们这一次请了非常多的博主，都是带流量的，我们就让他站在硕哥旁边。定位不一样，我们不走那一套。他现在是青春男团。等会儿，我先问问硕哥，你觉得呢？我觉得我挺擅长的呀。你看，硕哥这么说了，擅长吗？你觉得呢？我觉得就这样。哦，是不是？还有我们这次有一个这个舞。哦。哎，对不对？因为硕哥。老大电话你接一下。喂，老板。没有什么可聊的了，我们老大非常讨厌这个事儿，啊，好吗？你也别让我来做。我人都请过来了，上次硕哥说同意的呀。行吧。怎么样？怎么说？不是，我觉得那个不太适合我，是吧？你这太妖娆了，这啥玩意儿啊？这太妖娆了，这啥玩意儿啊？人家网红都请过来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硕哥。你说，硕哥，你帮个忙。不是，你是先请的网红，再邀请的我们硕哥。不是，上次硕哥导演同意了，我再去。硕哥说同意了，我再去请的。来，姐来了，该补妆。导演，这事没得聊了啊。不是，美琪姐，美琪，拜拜。门都关上了，跟那儿拜拜。门都关上了。还可以啊，还可以啊，人物关系比较清楚。我觉得后面你要补一个是什么呢？你现在是做大好人嘛？导演一问你，你就说没问题啊，可以啊，然后就给丢给他嘛。所以他一出去的时候说，你就应该跟经理，我早就说不要做了吧。因为我们这个圈太多这种的，给黑人给经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应该是这样。你进来，你忽悠他呀，你肯定说哇，你做这个绝对是太帅了啊，画饼。对呀，就我让那个化妆师上来，其实给了一个支点。对啊，你觉得没法搞定他了，突然说这头发怎么做成这样，重新吹。对，就打岔呀。对，来下一组，谢谢老师。好可爱，好爽，演皇上经纪人好爽。第3个，2个艺人偷偷的瞒着经理人谈恋爱，2人在经理人面前假装彼此不对付。啊，这个我又感兴趣了。不是，笑天哥，笑成那样。这你们讲的，这到现在都遇见过。
你去吗？我们俩去啊，去。来，你们两个演情侣是吧？情侣，来出来，两个经纪人。OK， 上去啊。谁我的经纪人？我。你们的规定情境是哪里啊？在男主的房车上。张可盈，你如果演化妆师，你每一趴都可以上。你想上就上，因为你是哪一趴你都是化妆师。现在需要吗？等你觉得想上你再上，打扰他们，看他们能不能接下去。预备，开始。喂，导演。行，知道了。好。葛姐啊，这都几点了？今天已经超时，严重超时了。哎呀，都怪那个女演员，怎么回事啊？行了，差不多得了，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啊。小张，来给他补妆。来了，给他压油。好，熬太晚了。看他都烦。好悲惨。行。来，葛姐，行，对东西是吧？对，那个蚂蚁宝生物嘛。进。好。哎呀，这车。来，坐。别整的好像欺负你似的，来我房车上。哎，稍停一下，房车能有多大空间呢？这干嘛演短剧啊？最逗的是吴天豪，刚才把我笑死了。什么？来，给他坐，好像欺负他似的。来，坐。别整的好像欺负你似的，来我房车上。我就想说，那房车上都是那个座位都是定死的。哦，对。你已经是大咖，你用过的卡车比我们大很多。没有，不是老师，不是。对啊，你自己说的房车，那你要对这个情境，你眼前要出现真实的房车呀，对吧？你要有情境感啊，对吧？你又没有要搬椅子，好不好笑？尊重生活逻辑，好不好？来，继续。行，开始吧。为什么你们有剧本啊？别问了我的问题，赶紧进入正题。那给我看呗。你好厉害，葛姐。怎么了？你们这个剧本都没有啊？艺人能带到这程度也是蛮厉害的。我带的好，我幸运，我命好，行吗？羡慕。哎，你们现在停在这儿，你们别动啊，特别好笑，特别像他们两个是情侣。对，是吧？特别像他们两个有矛盾，然后借着工作在这公报私仇的样子。对，有点。主题演错了，宝贝儿们。而且你们两个完全没有情侣的感觉给我们看到。这避嫌。要假装不是，但内在要是。假装不是，但是你们真的就看到这眼睛已经不在看着，然后就假装不是，然后他们两个在讲话的时候。对呀，两个是情侣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偷偷摸摸的东西嘛。哎，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两个人在谈恋爱哈，以为全世界都不知道，其实只有他们俩不知道。全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对吧？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不管是什么，他们俩可能避嫌不说话，甚至互相不理，但是就是有一种化学反应，是吧？大家其实都觉得不太对，是的。所以我们要演那个呀，对不对？喜欢一个人藏不住。那要不我俩演情侣，他俩演经纪人。有一次机会，可以，有一次机会，可以，倒过来。咋演？哎，你们不要，女孩是女孩经纪人，男孩是男孩经纪人，换过来。没等我。经纪人好，我是个女明星。好，上人家女明星的房车哦。哎姐，那个男演员过来跟你搭一下戏，能不能上来吧？啊，葛姐你好，葛姐你好。今天呢是有一个我们蚂蚁堡的一个录制，然后呢需要你们俩走一下戏，因为这个录制非常非常重要，好不好？哦，是吗？我剧本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看一下啊。甲方是吧？对。是的，我们哥会非常配合的啊。来吧，不用谢啊，感谢。你帮我拿衣服去啊，没问题。不用了，我车上有，给他。
来，姐，我给你拿。这是永远300，太棒了，这个工作人员。啊，好。握手啊，对我们这个可以改的。可以的情节可以改，你可以随着你的想法走。没关系，因为甲方嘛，后续是不是还可以有代言合作之类的？能不能有一种，你再帮我拿件外套啊？没问题。我去。那我们一起去吧。我去讨论。哦，我一起去讨论一下。哇塞，你们这样。关门啊！关门啊！你看，哎，都是在演表面。如果不调开就演不了，啊，来，咱回忆一下啊，一上来，开始员同学，哎，你们注没注意到，这样，他一直这样，你没看我，有没有？你们注意到他了吗？那我就想问你在干嘛？如果我是经纪人，我说，哎，开老师是怎么样？是什么意思？看他爱上我了，就是。这是离这么近，你没看到看到他的表情？没看着。他好几次。对吧？我盯他眼睛。对呀，不需要的，就是很多就是化学反应，包括你们2个人拿着这个，对吧？拿这个，你为了避嫌，你还会拿着吗？对不对？啊，我不看，给你看，给你看。对，给他看。对，就是物理距离就是很有趣，就是不熟的人，我站这么近，互相已经不舒服了。对不对？对，是。但是就是你非常熟的，就是你情侣，你是可以随便，你不用看他，你就是走路，你也是这样，你是不是？你也会觉得很熟悉的。对吧？所以经常我们演情侣的时候，总是要假装抱抱啊什么的，但是那个心里是完全离得特别远的。你就要演出你心里得有，心里没有，外表怎么样也没有用。所以志伟哥说给你们空间，然后一下去我就知道你们会演。哎呦，太好了，他们俩终于走了。不会这样的，化妆师还没走呢，还在车上。你甚至可以说啊，你看吧，我没事，我没让他看吧。然后就哎，那句词是什么来着？好厉害！哎呀，果然是老姜还是谈过恋爱，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啦。对不对？有跟没有参与了。你看我跟郝丽姐这2个人分得那么开。但是 ，OK， 行，来下一趴吧。好了，知道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演员因为无法突破自己的困境，想要放弃自己演艺生涯，然后呢，经纪人珍视他的才华，在他家楼下苦苦等待，想说服他继续表演。啊，谁来演这2个？老师，我们想演一下这个。来，快试。哎，看来有灵感的是吧？演喜剧。哎，正常交流这样。好，预备，开始。朱美杰，90后演员朱美杰下楼了。90后演员朱美杰主要作品。好，别吵了，别吵了，太丢人了。你什么情况？我跟你说了，我有点不想干了。我跟你说，美琪，我个人认为我是挺专业的，你知道吧？就中国能演喜剧的人很多，长得好看的女孩也很多，但是能演喜剧且长得好看的，我目前为止我就看到你一个。还有张小斐。他不有经纪人了吗？干啥意思？我跟你说，还有一个点，你知道吧？就是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出发，你现在这个发展遇到瓶颈，是因为什么呢？你这一款叫大青衣，现在就是主流审美上大家都欣赏这个小花，但是你相信我，审美是来回轮替的，马上这个大青衣的审美就回来了。不是你心态咋这么好啊？你就真不怕我干不出来？不是，因为我了解演员这个行业，你懂我意思吗？哎，我给你看一眼啊，
咱现在流量是不行，你看看，这是张可盈，你看现在爆了吧？你看他之前是个化妆师。这个接的好。对呀，他化妆师的时候一条就几千的流量，现在你看，我跟你说，好，可以了，很好，很不错，很聪明，反应很快。你看他们两个啊，并不是说比你们更聪明，啊，他能反应到原来是个张可盈，原来是个化妆师，不是的，是因为他相信这段关系，他相信自己是那个人，他说的都是那个人该说的话，啊，在那个情境当中，好 ，OK。朱美吉这种现场说真的有，反应很快。OK， 下一组呗。好，题目是曾红极一时的顶流艺人，今天呢人气下滑了，这常与经理人发生争执，但是呢，对方经纪人呢非常的依赖，到今天的对家呢真当红的艺人呢暗中挖走了他的经纪人，经纪人正式提出辞职，艺人去挽留他。我们俩来这个，我演绎。来表演就是玩游戏，他们虽然在演着，你可以假设你是一个工作人员也好啊，导演也好，都 OK。片场就是这样啊。我跟你说，我自己真正上课的时候，我会随时 Q 人上去的啊。你是不是想饿死我呀？哦，我让他们送餐过来了，啊，一会儿。快把饭拿过来，饿死我了！他们在送。哎，这第几部戏了，咱俩怎么还是有隔阂吗？你是靠我吃饭的，我有戏你才有生活，咱们两个是绑定的，对不对？打电话要接，进来就这个表情跟我。你知道为什么从你到了那个顶峰以后，为什么一直走下坡路吗？那是因为资源不好。你想想吧，我给你推多少活了，你拒了多少个？你当时挑的是什么？挑配置啊，挑待遇，住哪儿啊？哪都不行，几辆车啊，几个那个助理啊。哥，快，你给我老家给你带的，刚过完年给你带来的。你俩这说啥呢？搁这吵吵把火的，咋的了？这你都知道的，妹子。我跟吴天豪，我们两个是同等出道，人家现在房车都变卡车了，我现在还住小三轮呢。那你说这跟我的原因吗？你说谁呢？你说谁呢？谁变卡车了？不是哥，他不就这样？你了解他的呀。哥，天豪你怎么过来了？对啊，我看在楼下等你，我的车等了半天呢。哎，真抱歉，真抱歉。卡车来了。黄，哎，你怎么在这儿？哎，你好，兄弟。你好。火，那是火，这也是我哥带的。不是哥，你不能吧哥？不是哥，你知道他一直都很想的那什么的，他就是脾气不好一点。我替他跟你道歉行不行？他回家都天天跟我说你好，他知道哥对他好。哎，你没必要劝他。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你知道我对你好吗？他知道哥。我没日没夜的上局喝酒陪人，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工作。你还记不记得你让吴谦超一般说，那就是你的起点。见笑哥，哥们儿啊，没事。你道个歉嘛，你道一个歉，快点站起来。你不是都说已经跟他断了？
我觉得熊黛林是非常合适。对，就是刚才我也想了一下朱美琪，就她那个傲娇的那个感觉是不如熊黛林。然后包包就是敏敏的经纪人，我们选了张浩伟。他的经纪人。龙姐，也就是这个那个安安的经纪人啊。我们选了张可盈。我。化妆师变经纪人了，挑战你塑造的能力了啊！因为我觉得他有能力，你看刚才他演那个化妆师，他这个人很精明的，他演什么像什么。他有能力，他演化妆师，刚才演的很好啊。对。然后导演是朱孝天。太好了，有一个接上了。副导演，我要副导。副导演是王铁柱。哇，他也很像那个跑来跑去那种。这个安安是黄婷婷。今天的状态看，挺好像。对，就是蛮单纯的嘛，就是小女孩的那个样子。冬天零下，露着腿，结果最后的那个剪出来的镜头，就只有那个远远的糊的那个小脸、小头，被欺负那种感觉啊。像这个人。终于选上了，终于。我觉得郝蕾老师选我的原因，可能纯是觉得我的经历比较贴这个角色，还需要努力。无限超越班第4季正片，每周6、周日20点20分 ，VIP 更新上下集 ，SVIP 每周6提前24小时即可观看下集内容。每周6 20点20分上线会员衍生无限电台，解锁一元幕后更多趣事。每周日12点上线无限精华版，一键观看超越班高光时刻，还有更多精彩衍生持续解锁。周中微博花絮、一元 Vlog 等不间断更新，锁定优酷。我们是在拍恐怖片儿，看优酷就用酷喵 TV 畅享大屏好内容。享受在那个演戏的过程里，比敏姐更假一点，就比较好玩。杨水，镜头里全世界都看到你钟美美，是可以的。前面一点眼泪都不能有，有一点眼泪生出来你就失败了。真的是走心了。推荐3个演员来和 AI 演员比拼下演技，就是这个时候比过他。哎呦我天哪！真挺真的。还有一段2个人的，请我们2位老师来演。喝到了！排名垫底的班级。微博搜索“无限超越班”话题页参与讨论，解锁更多节目名场面与幕后故事，独家惊喜福利。都演一个渣男，把他们2个搞定了。深刻的画面不就是结婚嘛？他都笑疯了，弹幕都很疯狂啊，是吧？王朔也是很新，我都最爱拍爱情戏。真人真性情，真吵架，真催生，我的那个妈呀！归纳的嘞，什么老公节呀？把李成儒老师说的嘞，我很好开心啊。